中华民国台湾到目前为止已经被放弃3次了啊。你只是这个 project 的一部分，但你不是 project 本身。project 永远可以修改。那如果台湾愿意当代理人，就会继续倒霉哦。中美关系正常化，开启了一连串的改变。美国等于是在战争当中两头捞好处，所以大家似乎都已经快忘记在欧洲领土上乌克兰的战争，其实就是一场代理人战争。要援助给1亿美金。讲难听点就打发他嘛。伊朗曾经是美国海外最大的基地，整个伊斯兰世界当中西化的典范，不能够满足美国的期待，就这样被美国放弃。放弃巴勒维的说法，美国放弃阮文绍的说法，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你贪腐啊。这其实就是美国准备要脱身的一个信号，就是我出卖你，你又拿我怎么样？这个他的盟友跑的速度会比他还要快。沙特阿拉伯、以色列跟埃及号称美国在中东的安全铁三角，他已经完全突破大棋盘论，西方国家对他的外交封锁。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修。我们今天要来谈我们的专家讲堂啊。我们今天想要透过历史跟现实政治之间的互动，来聊聊这个魔幻的世局。为什么呢？最近乌克兰的战局急转直下啊，因为呢乌克兰看起来拿不到更新的军援啊，而俄罗斯总统普丁呢也走出去了，他竟然到了中亚去啊。那到中亚干嘛呢？展现他泰然自若的一面，也展现他在国际上依然是顶一级的大国。而乌克兰看起来原本那个世界的英雄，自由与民主世界的可以说是新一代的灯塔吧，泽伦斯基呢却显得相形落寞。尽管他还是可以去美国，尽管他还是可以跟美国要钱，但似乎资源就是要不到。美国似乎又在做出抉择了。而美国在前一阵子呢跟中国之间的对垒，很多人就提到中俄联手对抗美国，这个时候美国会怎么处理呢？从历史来看，似乎每到这种抉择的当口的时候，被放弃的永远不会是美国自己，而是那些曾经与美国密切合作的国家或政权啊。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些被美国放弃的国家跟政权，顺便来探一探未来乌克兰的命运吧。那关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魔幻，还有看到我今天这个阵仗，大家应该想到我们今天来找谁了哈。我们今天来欢迎王立北学长，学长好。主持人好，还有全世界的朋友，大家好。最近的这个国际局势啊，急转直下，哈，习拜是见面了哈，但一见面了之后呢，当时啊，我就有一次在我自己的直播节目上，我就回答我们网友的问题啊，他们就说那会发生什么事？我说啊，小朋友要倒霉了。谁是小朋友呢？就是这一些所谓的代理人国家。我们来看一下最近谁倒的大霉啊？乌克兰倒的真是血霉啊！我们知道乌克兰目前呢正在为他乌东到乌南的4个州，再加上一个完全丢掉的克里米亚，依然正在奋斗着。然而这个奋斗目前看起来状况极其不妙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红色斜线的部分呢，卢甘斯克州、顿内茨克州跟克里米亚这3个州呢，是原本在14年之后就丢掉的部分。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最近的进展哦，俄国甚至已经跨过了卢甘斯克州的州界啊，来到了对面的哈尔科夫州，几乎整个卢甘斯克州都丢掉了。那顿内茨克州呢，剩下1/3左右的土地哦，大家不要忘了这条黑色的线哦，这个是经营了8年的钢铁城墙啊。但是你可以看到，俄国几乎是完全往前推。那个地方，你看2栋房子下面都是壕沟、地壕、战垒啊。可是，俄国最近推线推得非常厉害啊。在这个防御最薄弱的所谓的扎波罗热州啊，依然只剩下州府在北边守着，但是南边大部分的土地啊，大概只剩下1/4的土地还在乌军的手上啊。那赫尔松可能是战线比较稳定，因为毕竟有一条大河第聂伯河贯穿而过。但是我们看到赫尔松大部分都沦陷，除了赫尔松首府之外，其他地方都沦陷。所以目前看起来，整个乌克兰的春季大反攻的状况是非常不利的。比如说像这个是香港媒体的报道啊，他说西方援助大减90%的决定性的1周将至啊，为什么呢？为什么打那么惨？因为真的是拿不到钱跟武器啊。泽伦斯基呢，在12月12号要访问美国，但是他的援助剩下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外媒所统计啊，2023年8月至10月的援乌的一个这个状况，大家可以看到，从6月之后呢，这个援助的比例真的是低到吓死人啊！为什么？因为美国国会发生了很多事情像现在这个情势看起来对乌克兰真的很不利啊。
是的，我们可以说乌克兰的战局几近崩溃哈，这个以巴冲突的关系哈，再加上这个国内选举嘛，所以大家似乎都已经快忘记这个在欧洲领土上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啊。我讲主要是台湾啊，其实世界国际媒体也都一样，这乌克兰早就已经失去镁光灯聚焦的独宠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主要原因是在于这2年的战争当中，西方国家哈，主要是美国跟北约提供了大量军事跟经济援助。我们不能说他们提供的东西少了哈，美国已经把整个东欧所有国家的库存的前苏联武器全部榨干了，对不对？另外像法国、德国、意大利甚至于英国也都提供了大量的第一线的武器，对不对？弹药、新式的坦克、装甲车、无人机等等提供给这乌克兰军队使用。经济上的援助那更不在话下了哈。光是经济援助不加这个军事援助已经超过500亿美金，这是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但是目前来看，乌克兰的战局就像刚刚那个学弟亮出来的，整个战线已经呈现这个几乎要崩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这个看起来乌克兰这个刚刚学弟讲春季反攻，这到底是春季、夏季还是秋季，我们已经讲不清楚了，因为这个反攻似乎是一直推到了秋天才开始，对不对？对。然后开始之后，这个损失了大量的武器你在网络上就很容易可以找到德国最新锐的这个豹2坦克，是不是被打成废铁另外还传出的乌克兰的人力资源的枯竭，据说这个往下征兵已经征到17岁了，对不对？往上征兵已经征到好像55岁。内部消息说，平均的当兵的年龄是43岁，也就是代表这场所谓的代理人战争。那主要这场战争表面上看起来是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武装冲突演变成全面的开战，但实际上乌克兰背后就是以美国跟北约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支持的这样一场战，其实就是一场代理人战争。那战争看起来的话，这个代理人乌克兰已经接近虚脱的状态。刚刚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是，西方国家已经开始锐减乌克兰的军金援助失去了西方持续在武器上跟经济上的挹注，那也就代表乌克兰这个国家已经不可能再把这个战争持续打下去了恐怕这场战争的尾声即将到来，应该就是以一个谈判的方式来结束。或者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失去宠爱的泽伦斯基，其实也就跟这个已经逐渐被美国跟西方放弃的乌克兰这个国家一样未来在这个国际舞台上销声匿迹的机会是非常大的。那乌克兰这个国家的未来的前途也就很难去预料了我们可以这样讲甚至我们可以说，对整个欧洲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影响，也可以说是对这个国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关于乌克兰为什么会失去美国的支持，大家都认为说，看来是怎么回事呢？首先有人讲说太贪腐了，你这个把我们的钱拿去都不知道在干嘛那有人说呢，其实美国现在没办法同时应对2场战争为什么？我们知道以巴现在正在冲突嘛现在可以看到现在以巴冲突之后，对美国来讲它的麻烦是越来越多这个像香港媒体的报道自从战争开打起来，基本上普丁几乎是没有离开过俄罗斯甚至连离开莫斯科的几率都不多可是最近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俄似乎呢在中东开始有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呢，普丁跑去中东那大家也可以看到普丁这个左手边这一位谁呢？这我们老朋友MBS 小萨勒曼这个王储他基本上就是沙特阿拉伯的老大了啦他老爸就放权给他了嘛对，实质掌权是他的。对，那你看普丁一副从容自若的样子他已经完全突破西方国家对他的外交封锁。是的可以这样讲。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报道击中美国霸权战略的要害过去呢，美军是无往不利而也就是说只会赢不会输，那现在变成呢连保不输都是一个问题了。所以美国的麻烦很多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目前削弱俄国的失败那也有呢这个中国呢持续在这边在深入所以美国现在恐怕面对的是怎样呢？甚至连欧洲可能都会脱离它在这个安全秩序上的一个差异那我们知道中国前阵子跟中东这边这个会面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像是今年上半年的时候举办的中国跟沙特阿拉伯海湾国家等的峰会，有没有看到都取得非常重大的成果这个当时我没有聊过，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可以去收看我们当时专家讲堂所以现在中俄之间呢，看起来逐步的在整个国际的外交上面占据了上风学长，您刚才有提到说乌克兰即将接受一个失败的命运
原因是什么呢？中俄的联手是不是给予美国极大的压力啊？是的，其实美国在放弃任何一个国家之前啊，就所谓的盟友之前，美国的模式几乎都一样。首先第一个，他就会把所有责任推到这个盟友身上。现在美国舆论的说法就是，这一次乌克兰的失败根本原因是在于乌克兰政府的贪污腐败以及低效，另外还有泽伦斯基他的领导的一个失败哈。我们这个如果能够深入了解到美国一贯的作风以及乌克兰的国家状态，我们就晓得这其实就是美国准备要脱身的一个信号。美国在历史上都一样啊，我们待会会讲到嘛。他在放弃一个盟友之前，最常的说法就是这个啊，就是都是盟友自己不行，不是我的问题啊。另外一点就是，美国这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我想最近有许多其他专家说到，我们这边可以稍微再讲一下，就是他要同时面对东西两场区域冲突。这两场区域冲突实际上都让这个时候经济状况已经不是很好的美国，实际上也面对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哈。其实这个情况跟我们后面会讲到1949年当时中国的状况很像，或者说1945年之后美国调停的状况很像。为什么呢？美国当时马歇尔计划要重建欧洲嘛，中国这边又陷入严重的国共内战，那对美国来讲，他又要同时在两个地方这个贝多利分。我们后来知道，美国就放弃了在这个内战中失利的国民政府，然后把他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全力建设欧洲，所谓欧洲复兴计划嘛，就是所谓的马歇尔计划。其实现在美国的情况，或者说乌克兰的情况，跟这个历史上其实是一样的。其实在美国看来，乌克兰政府已经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具体的证据就是我们刚刚讲，它的援助越来越少，越来越减少。第二个是乌克兰本身这个国家也没有条件继续再作为美国的一个代理人。为什么呢？就是它的财政已经枯竭了嘛。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人力资源已经，我们刚刚讲人力资源枯竭，快要打不下去了。自从中俄这个签署联合声明之后，中国跟俄国这两个欧亚大陆上的大国可以说是紧密的站在一起，这对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来讲就发生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其实历史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有趣，如果我们知道历史背景，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其实中国跟俄国我们知道在近代以来这300年有很深重的这个领土还有历史上的一些纠葛、一些纠纷所以中国跟俄国本来是充满在地缘上是有许多矛盾的这样的两个大国，可是这两个大国现在竟然紧密的靠在一起，可以说形成一个结盟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个情况很像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当时这个俾斯麦所领导的德意志帝国一直以来就是希望能够避免英法俄三强站在一起嘛。因为这3个国家都有殖民地的纠纷，那也有地缘上面或海洋上面的纠纷结果这3个国家竟然在威廉2世错误的外交跟军事政策之下，竟然就让这3个国家逐渐走向结盟。其实中俄两国的今天能够背靠在一起，能够在资源上、在军事上、在地缘战略上充分合作这个普丁等于是透过中国大陆又把他的触角重新伸展到国际舞台，就刚刚他跟沙烏地跟大陆叫沙特嘛跟沙特这些国家又重新站在一起另外透过中国也出席了许多国际会议其实这个情况就真的就跟19世纪我刚讲的这个情况是完全一样的这个我们公平点讲，也不是中俄两国有多高明，是因为美国犯了太多低能愚蠢的错误从18年之后犯了太多低能愚蠢错误，卫星之大棋盘上面认为不会发生的事情竟然发生了这也让我们就必须要重新再检视一下美国到底是为什么重蹈历史上的一个错误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学弟讲普京不是看起来意气风发吗？他当然意气风发了，等于是西方国家给他所有的外交跟经济上的封锁和孤立到此已经宣告打破了所以俄罗斯基本上已经重拾信心，普京也可以说是重振雄风是刚才讲到这个布里辛斯基的大棋盘大家了解到其实大棋盘之所以能成，有一些历史背景因为当年呢作为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呢，伊朗也就是波斯就是大棋盘的第三角。我们知道中俄是一角第三角呢伊朗是第一个率先被放弃的所以这就要回到这个我们刚才今天想来聊的这个历史每当美国的这个遇到外交巨大的困境的时候，顺利的转进怎么样的转进呢？透过呢跟大国之间的权力上的博弈然后或者说呢权益上的呢这个谈判跟妥协果断的放弃所谓的代理人
让自己无损而退哦。这里面最有名的其中一个例子啊，我们刚才讲到，这样的希望提到了所谓大三角的这个概念，好的 ，Great Chessboard 大棋盘论里面的。那伊朗就是第一个倒下的棋子。我们来谈一谈巴勒维王朝的故事，它怎么被放弃的呢？好，今天我们的印象中，伊朗就是一个极端伊斯兰基本教义派、原教旨主义的这样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宗教统治的。但是大家一般不太晓，1950到70年代，所谓的巴勒维家族的统治之下，后来这个第二代的巴勒维这个少东就这个正式成为这新的伊朗国王嘛，就是历史上的巴勒维王朝。在巴勒维家族、巴勒维王朝统治之下，伊朗曾经是整个中东地区西方化的或者说西化的一个典范国家我们可以看这个他巴勒维国王跟王后啊，他的王后叫法拉赫啊。那第二代的巴勒维国王叫做穆罕默德理查巴勒维啊。你这看得出来他是一个中东国家的国王吗？根本看不出来，这根本一副就是欧洲行头。对，这对夫妇还来台北访问过，1960年代的时候，当时还见到当时的那个蒋介石总统所以他就是妥妥的美国的一个重要的盟国。我们知道波斯是文明古国那波斯的战略地位也非常重要，它北从高加索山，南到波斯湾嘛，刚好在整个欧亚大陆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地带波斯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恢复了它的一个独立的地位，那它的国内就面对到一个，对吧？你可以说三重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首先第一个西化问题我们就是先抛开政治派系，我们全面讲它整个社会的状况。西化问题，当时有许多伊朗的新的知识分子到欧美留学的或长期流亡在海外，他们就认为伊朗必须要走西方文化的这样一个道路，走西方的政治体制跟社会改革，就是男女平等啦、教育普及啦、市场经济啦、言论自由啦等等这一些。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原教旨主义就是伊朗它本身有伊斯兰教尤其是什叶派这样的一个背景那它本身在国内这样的一个什叶派这个原教义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声浪也是非常的大领袖就是我们大家知道非常有名的跟科梅尼先生另外还当然这个巴勒王朝一开始的时候，它采用的方法就是要往西方文化的方向去改革但是巴勒王朝巴勒维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二代这巴勒维理查巴勒维他也透过各种的方法这个操控这个民粹主义最后透过所谓的投票的方式让他重新成为皇帝。这件事情也让伊朗的国内的自由主义分子对他不满。这个大概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的时候，伊朗跟美国的合作到达最高峰。我告诉各位你会很难想象，曾经在美国海外最大的基地在哪里？就是驻守人数最多的基地在哪里？我告诉各位，在伊朗各位知道吗？当时在伊朗最多的时候，美国人超过10万人，就工程人员、军人，再加上他们的眷属，超过10万人，就在德黑兰非常庞大的美国社区就在伊朗境内。然后伊朗也派遣大量留学生到美国去读书所以伊朗曾经是整个伊斯兰世界当中西化的典范。巴勒王朝早期的时候是得到一些自由主义分子的支持，但是到了70年代中晚，受西方影响的自由主义者这个伊朗的这个人民开始对巴勒维开始不满意，嫌他的改革太过缓慢认为说他只开放部分的选举，他并没有真正的走向西方的道路，所以导致自由派开始对巴勒维不满。那原先他们的改革就得罪了原教旨主义者嘛，这两相激荡之下，竟然让原教旨主义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科梅尼，竟然就跟伊朗的国内的自由派竟然怎样合作，就发动了所谓的革命，在1979年一举就把巴勒维王朝在中东的西化模范国家、模范领导人就这样推翻了美国读书的伊朗人竟然在校园里面载歌载舞非常的开心，这个国王被推翻，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专制的国王被推翻，他们自由主义的思想或者说自由主义的理想才能得到伸张，但结果是上来的是一个非常保守专制完全这个如果以西化的角度来讲，完全开倒车的科梅尼政权，最后反而把这些所谓的西化、主张西化、主张走西方路线的伊朗人，不是赶走就是杀害了一个悲剧。那这个巴勒维王朝被推翻，就是它非常危险的是，实际上巴勒维王朝是很希望美国方面给予支持的，对，就没有想到这个曾经是巴勒维很重要的这个盟友的美国，竟然在巴勒维的王朝发生各种的社会经济危机的时候，竟然采取4个字叫袖手旁观。为什么？对，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也对巴勒维不满因为美国认为巴勒维他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伊朗，
所以是简单说就是没有利用价值的。对，没有利用价值了。那就是他不能再满足美国要他当一个代理人这样的一个条件跟需求。放任这巴勒维王朝就这样眼睁睁被推翻。就不久之后，美国又发生美国伊朗大使馆人质事件嘛，这是非常有名的哈。就美国营救人质还失败，搞得灰头土脸，让民主党卡特政府声望也一落千丈嘛。这个伊朗最后的革命造成巴勒维王朝被推翻这件事情，可以说是美国在战后在整个中东地区最大的一次挫败。如果伊朗持续由巴勒维这样一个亲西方的开明领袖所控制的话，我们几乎可以说后来的中东战争要发生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大，整个中东的战略天平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这样一个亲美国的政权，就是因为不能够满足美国的期待，就这样被美国放弃。这又是美国在战后很著名的一个案例。这个是巴勒维国王跟谁呢？卡特总统。卡特总统决定要放弃伊朗的卡特总统，而且没有多久就这张照片之后没有多久，巴勒维就被推翻。你仔细看当中的扮相哦，巴勒维国王是刻意跟卡特总统做出这个搭配的，呈现说美伊关系有多好。当时霍梅尼啊，就或者叫科梅尼啊，当时他的声望已经达到了一个如日中天的程度啊。对，没错，到处都是举着霍梅尼牌子的。当时伊朗人称他叫第二先知嘛，是仅次于穆罕默德，什叶派地步了。对，因为他本身在什叶派的地位非常高啦，他是什叶派的大阿亚图拉嘛。那等于是什叶派的大领袖嘛，所以伊朗作为一个什叶派的国家，那他对于这种什叶派，他相对来说他是不太能接受激进的西化，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到，今天伊朗人把自己装扮成西方人，甚至跟美国总统搭配一样的服装，打着一样的啾啾 ，so and what， 说对方被推翻，那是啊，没错，原因就只是因为它已经不再是适合美国对于整个大战略支点的控制哦。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 Great Chessboard 嘛，大棋盘理论，红色方框就是大棋盘嘛。所以这个伊朗崩塌之后，你看美国花了多少力气，开始去找沙烏地阿拉伯、找土耳其哦。这个当然他本来就有在建立关系，但是变得更重要。现在更进一步要找印度嘛，那反而呢把这个中俄伊完成的，就是刚才徐阳说的 Great Chessboard。但现在最好笑是什么？各位，沙烏地阿拉伯现在也不倒向美国了，也不倒向美国。对啊，没錯。自從顏色革命之後，沙烏地阿拉伯非常痛恨美國，我們可以這樣講。其實沙烏地阿拉伯會走向反美，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那個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權被推翻。哦，說放棄就放棄。其實穆巴拉克又是另外一個被美國所放棄的例子。穆巴拉克幾乎就是巴勒維的翻版了，我們可以這樣講。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研究中東地緣政治的人都知道，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跟埃及號稱美國在中東的安全鐵三角。就現在這三角中有兩角都坍塌了，我們可以這樣講哦。所以就是我們可以反映到美國整個它的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它的一種貪婪跟短視。最後的結果就是造成今天在美國在整個中東的困局。那土耳其完全不聽話嘛，然後沙烏地阿拉伯根本已經跟美國的關係是，當然他們還是有軍事上的關聯性，但是根本跟過去是完全無法同日而語了。完全不能。等於說沙烏地阿拉伯像被放出籠的鳥一樣，它就自己飛了。我們看一件事就知道嘛，沙烏地阿拉伯它所使用的武器水平跟以色列是完全一樣的，就是以色列有什麼，沙烏地就有什麼。所以兩國本來在美國心目中的地位是幾乎是相等，現在沙烏地跟美國幾乎已經不來往了，已經到了冰凍期這樣一個情況。這是實在是非常大的差別。那另外一個經典被放棄的例子，我們剛才講完中東，那我們來講講比較近的例子。另外一個經典被放棄的代理人是誰呢？南越啊，這個國家已經快被大家給忘記了啊。大家也知道，在美國有很多的社群啊，如果是越南來叫什麼？ Little Saigon， 小西貢，這個城市今天名字叫做胡志明市，越南南方最大的城市哦。那1954年，隨着那個日內瓦協定的簽訂啊，等於是法國在越南的殖民統治就徹底失敗，徹底結束了哈。之後就進入所謂南北越時代嘛哈。這樣南方當然後來就有幾個軍人，就是阮文紹、阮高祺哈、楊文敏、阮敬啊等等這幾個軍人，少壯派軍人所組成的一個軍事政權，他們
先推翻了保大皇帝，然后在南方搞了，在美国的支持下搞了所谓的越南共和国嘛。那北方当然就是所谓的越南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共和国在北方，就历史上所谓的南北。其实这个状况我们看起来好像跟南北韩，就是所谓的朝鲜半岛，朝鲜跟南韩的状况，从地图还长得有点像。对啊，没错啊，要平分一个狭长的国家嘛，就是这样。所以到1961年的时候，美国就重新介入越战，当时甘乃迪总统嘛。甘乃迪总统当时提出一个骨牌理论，他说南越绝对不能倒哈，南越的确对美国当时来讲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了哈，它等于是南中国海的一个延伸嘛，还有很重要的，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军港，就是金兰湾啊，也是美国曾经在东南亚最大的基地哈。1961年的大概是秋天了，大概9月的时候，美国政府就正式派遣美军进入到越南，协助这个南越政府作战。美国一开始的时候，他所定位就是说，这只是一场协助南越协防的战争，这是他完全低估了当时越南人民，尤其是北越人民还有他的政府包括领导人胡志明、吴元甲等人追求越南最终的民族国家统一的这样的一个决心。所以这个战争完全在美国的剧本之外。我们今天看麦纳马拉、尼克森等人的回忆录，我们就知道基辛格回忆录有讲过，完全在美国的预料之外。美国本来认为说，只要给予越南一定程度的军事打击，越南就会跟朝鲜一样乖乖的，对不对？就安守在北纬17度线，就类似38度线这样的一个停战线上，完全超乎美国意料之外，而且逐渐向周围延伸嘛，延伸到辽国，延伸到柬埔寨就辽国就大陆说的老挝变成整个大东南亚的战争。那美国的方式就是不断的持续增加投入。后来甘乃迪总统死了之后由他的副手詹森嘛。詹森总统时代是越战扩张的一个最重要的时期。美国到了詹森总统的晚期，美国就已经投入超过50万大军了，各位，很夸张。而且当时美国当时还结合所有我们看麦纳马拉回忆录，结合所有在东亚地区的盟友，全部参与内战。我告诉你，到后来越战就有点像今天的乌克兰战争，变成两大集团之间的战争，等于是一场代理人战争。当时包括韩国派出了青龙旅、白马师、猛虎师2师1旅澳大利亚派出2支特战旅，纽西兰派出2个炮兵营，连中华民国台湾都派出军事顾问团。当时中华民国的军人也加入到南越部队里面帮忙作战。那北方更不用讲了，苏联、中国大陆都支持这个北越之外，当时北越主要的武器是由东德跟捷克在制造。你就知道已经变成一场缩小版的世界大战，我们可以这样讲当时美军57万美军进驻越南作战，另外在亚洲周围地区，包括台湾、南韩、日本、菲律宾、泰国，另外还有22万美军的后勤部队。你可以看这个规模有多大70-80万的美军在东亚地区作战，你就可以知道了这个战争打到1966年、67年后来那个当时的丹森总大陆叫强森吧，就非常希望战争能够赶快结束。在麦纳马拉当国防部长，麦纳马拉回忆录当中，他就认为，如果把北越就17度线以北也纳入美国空军的轰炸范围之内，就可以逼迫北越投降。就是历史上我们知道几次河内大轰炸嘛 ，B-52轰炸机当时美国口号叫什么？叫做Back to the Stone Age， Bomb Vietnam Back to the Stone Age。我要把越南炸回石器时代。整个越战的美国所投入的炸药量是第2次世界大战加韩战的3倍。几乎把这个小国家全部彻彻底底炸了很多遍这样子可是竟然这场战争最终的结果是吃老兵皮美国1967年的12月，美国政府信誓旦旦向美国人民保证越战要结束了，北越已经被炸垮。就1968年的1月，这个北越就发动历史上的新年攻势嘛。这一仗就是直接打到了这个南越的首都西贡，当时包括美国大使馆、中华民国驻西贡大使馆都受到猛烈的攻击。当时中华民国大使馆的围墙都被北越用炸药爆破，越共游击队攻入中华民国大使馆之内发生激烈的枪战，然后我们的军事代表团阵亡10几人。差一点大使馆都守不住，到这种地步，这一战就把美国公众的信心完全打垮，所以美国就开始后来等到尼克森政府之后，美国就1968年之后，尼克森政府上台，一方面持续轰炸，二方面也开始寻求所谓的和解这个在基辛格的回忆录里面就写得非常详细这基辛格我们可以说是像魔术师般的外交官是蛮了不起的。
这个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照片，就是当时在华盛顿100万人大游行，瘫痪整个华府啊！美国人，各位有看过《阿甘正传》吗？你们就有这一段当时美国这个号称越南的第2战场就在华盛顿，打到整个美国社会危机重重。这个基辛吉跟尼克森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们看到一件事，就是美国深陷入中南半岛的泥沼的原因，是因为美国在整个东亚的大陆上面的它的地缘战略上有的劣势它应该要重新再把眼睛再回到已经离开了差不多快要30年的中国大陆自从1949年之后，美国的势力就从中国大陆可以说完全撤出了但实际上美国重新检视才发现，当时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跟当时的苏联尤其是从那个斯大林死掉赫鲁晓夫之后1960年代之后，这个其实是矛盾重重的，有领土的矛盾，有意识形态的矛盾当时中国大陆是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嘛，当时中国大陆的口号是反美帝反苏修，苏联修正主义讲的就是赫鲁晓夫这个后来就上演了非常精彩的一段尿遁嘛，1972年所以你看，不是中国历史上尿遁，美国历史也尿遁这个基辛吉就从巴基斯坦尿遁到北京然后当时会见了中国的领导人，开启了美国跟中国的一个就关系走向正常化最后事实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到了70年代，美国跟中国大陆随着尼克森访问嘛，签订上海公报之后，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完全正常化了其实这也注定了一件事，就是越南即将被放弃。但是1973年的时候，在美国的主导之下就是要当时的阮文绍政府跟北越在签订了巴黎协定。其实这个在阮高祺回忆录里面就有，阮高祺当时越南人这个会场谈完之后出来，马上就指着美国人说：“你出卖我们，就是我出卖你，你又拿我怎么样？越南人能怎样？”1973年的时候，美国就把所有在越南的驻军，除了保护大使馆的少数之外，全部都撤退了巴黎协定签订之后，阮文绍总统，当时南越总阮文绍总统第一站出外访问，争取亚洲国家的支持，到哪里各位知道吗？到中华民国台湾，到台北，当时还会见了当时的行政院长蒋经国先生还跟蒋介石总统也见面，就是希望亚洲国家邻近的国家能够继续给予支持。但南越实际上已经4个字离心离德北越在越南战争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成功把这场战争转化成民族战争。南越是美国所支持的傀儡政权，那美国是入侵者。这个就已经完全在这个心态上，在整个民族情感上就占上风。你看1973年放弃，1975年越南政府就垮台了，4月，这个越战就结束了。这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对不对留下许多经典的镜头最著名的叫什么？西贡铁拳，一拳打过去，当场把这个要上飞机的越南人呢给打垮了一拳打下去了，你再抓着直升机就飞不起来了。当时美国放弃阮文绍的说法，其实跟前面我们讲他在放弃巴勒维的说法，学长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就说你这政权不行了，那为什么不行呢？对，因为你贪腐对，几乎完全一样啦，几乎完全一样。美国在放弃他的盟友之前，第一个他的方法就是开始发动他的宣传机器嘛，开始说你这个盟友贪污腐败无能低效，我给你的补给都被你贪污掉了，然后你的军队又没有作战效率，屡屡失败。简单说就是我已经仁至义尽了啦，所以你今天这个局势失败，完全必须要由你自己来负责。就是我们看多了，我们就晓得这个它就是这一个套路，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责任自己很危险，对不对阮文绍总统后来越南沦陷的时候，在台北一直住到80年代，住在天母这个或者讲泽伦斯基之后，当然不知道住到哪里去了我希望他能够平安吧，只能这样讲。其实作为一个代理人当美国在大国博弈的时候，当他需要转向的时候，其实代理人是最为危险的，非常危险的。第3个被放弃的代理人，不过中国比较特殊这个中国是指谁呢？这个中国是指现在叫做中华民国台湾的中华民国到目前为止已经被放弃3次了中华民国其实跟美国成绩好的不得了，但是短时间内每次感情到了最高点就要被放弃那一口气放弃了3次
对，我们应该这样讲了哈，美国对中华民国没有什么感情啊，从头到尾。其实美国对其他那些盟友都一样，美国要的就是他国家的利益跟他整个地缘战略上面的优势可以确保嘛。越南没有价值了，他就会放弃越南，他就寻求从中国大陆这边取得外交上的补偿。当然，美国这个套路也不是每一次都成功了，像伊朗嘛，我们刚刚讲到，他放弃了巴勒维政权，但实际上后来他在中东的整个布局就没有那么样的成功哈。那中华民国跟美国的关系其实也是很微妙的，这个我们远的就不说。这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讲，我们都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是中华民国最重要的盟友，好像是对的。可是，一般比较不晓得的是，在珍珠港事变之前，日本的90%的石油，75%的铁矿跟废铁是美国出售的哈。美国跟颁布所谓的租借法案，开始卖这个国民政府飞机啦，哈，当最有名的飞虎队嘛，哈，飞机啦，那个提供军火的同时，飞到中国人民头上投炸弹的日本飞机烧的是美国汽油是洛克菲勒所提供的汽油。其实美国这套把戏不是在亚洲这样玩，在欧洲也一样啊。各位知道吗？美国1940年，美国卖大炮给法国哈，美国卖飞机给英国。可是各位知道，纳粹德国坦克车里面所使用的引擎是福特公司制造的啊。1995年，福特公司还为了这件事情公开向欧洲人道歉啊。我当年帮纳粹生产坦克引擎，所以这是多荒谬的事情啊！美国等于是在战争当中两头捞好处啊，然后美国就获得他国家最大化的利益哈。这个美国现实主义有它的优点，就是他凡事都把任何事情把它当做一笔生意来看，但缺点就是他只管今天，他不管明天。他这样的一个战前的一个状况，最后的后遗症就是珍珠港事变嘛，日本反咬了他一口。不过在战争期间，美国当时跟中华民国合作就不是那么样愉快，为了反攻缅甸的问题，还有为了当时整个中国内政的上面的一个问题就不是很愉快。1945年的时候，我们刚刚前面讲过嘛，当时马歇尔这个来介入调停所谓的国共内战，美国要中国不要打仗，要国民政府当时跟共产党妥协，然后建立所谓的民主联合政府。可国民政府是坚持先完成训政，再进入所谓的选出所谓的国民大会，再完成宪政啊。在美国看来，就是你国民政府蓄意制造内战嘛。所以美国在1947年1月，就是马歇尔调停失败之后，就宣布冻结对华的军事援助。所以美国对国民政府还实行过1年的军火禁运各位。当然，国民政府自己本身内部有很多结构性的弱点当然有许多贪腐的行为出现。我们知道1948年底到49年初所谓的3大战役嘛，对不对？对。那国民政府在东北、在华东、在华北相继失败3大战役就是国民政府辽省、平津、徐蚌徐蚌对，那徐蚌在对岸叫做淮海对，3大战役当中，国民政府被消灭150几万的军队，就短短几个月而已。共产党在1949年4月就渡江整个中国的大势已去。在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国民政府还在东南沿海还有西南地区还在挣扎嘛。那结果美国竟然在1949年8月就发表了非常有名的叫做对华关系白皮书，对不对？对华关系白皮书很简单，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套路今天中国国民政府的一切失败完全都是因为国民政府自己本身贪污腐败作战无能的原因跟我美国无关。我美国对国民政府已经仁至义尽了就是完全就是跟巴勒维案南越的套路完全是一样的。反正美国真的是完全要放弃国民政府，是因为朝鲜战争的关系。1949 8月发表，1949仅仅3年前这个蒋介石跟马歇尔2个将军还英雄惜英雄结果那时候马歇尔已经位列国务卿了嘛，就说这个政权不行，太贪腐了太贪腐了。最近因为蒋介石日记解密嘛，那我们就看到蒋介石就在日记里面痛骂马歇尔，一直讲马夏尔嘛。蒋介石其实在日记里面也抱怨很多，比如说到后来要武器美国人都是应付要炮弹给子弹，那这个有没有很像我们一开始所讲的，有没有？要援助有啦，有给啦Lloyd Austin 飞到了乌克兰去找 Zelensky 结果呢只给1亿美金。对，谁呢？美国国防部长。讲难听点就打发他嘛，就是这样。但是 Zelensky 跟美国要多少？要60亿美金。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在讲说代理人在美国的现实主义面前，他是非常的脆弱不堪。当你3大战役打败仗的时候，对，抱歉，我认定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所以这个不就跟刚才的巴勒维一样吗？当巴勒维在
整个在德黑兰市的广场里面到处都是支持霍梅尼的人的时候，那巴勒维的末日已经指日可待了，那只能准备流亡海外啊。所以它是完全一样的套路嘛，只是当时美国为什么下错棋？因为卡特总统幻想他可以跟霍梅尼来达成关系哦，对，人家霍梅尼是宗教领袖，谁管你？他以为霍梅尼会容纳自由主义，是，然后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完全是误判，对，完全是两回事，跟他想。三大战役打完之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局势就长这个样子嘛。就形成了今天的这个两岸的格局的基本样态啊。当然后面因为爆发了韩战哦，我想这句大家都很熟了，所以第7舰队协防台湾哦，所以最终整个非常不稳定的两岸关系才稍微稳定了下来。期间其实1954年的共同防御条约签是啊，1954年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又承认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又变成盟友啦。可是好景不长，各位，1954年之后，你是盟友还是棋子还是代理人呢？马上又来一个世纪的经典名场面又出现了啊！是的，这一个杂志是太经典了，《时代》杂志啊！哇，这个是轰动全世界在当时。看看这个副标 ，China a war new game， 他只差一点没有说 a war new world， 一个新世界啊！U.S. ping pong player at Great Wall， 好，在长城，美国的乒乓队在那边拍照。1971年4月26号，刚才前面学长有提到说，季辛吉啊，一个转进啊，一个 move。人就已经跑到了北京去跟周恩来见面了嘛。对。那紧接着呢，学长这一场经典名场面的出现，就在没多久，1972年2月21号，美国总统 Nixon 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也就是当时中共的老大毛泽东就会面，中华民国再次被背叛啊。好，1972年的尼克森访问北京这件事情。有2个直接的影响，第一个就是后来在联合国表决嘛，联合国表决当时就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所谓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啊，2758号决议文，2758号决议文就让人民共和国取代了当时在联合国里面中华民国原本所代表的中国代表权啊，这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重大的打击。我退出联合国这件事，基本上就代表台湾作为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个国际这样的一个主权国家的国际法人这样的一个地位就受到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台湾就逐渐不再被别人当作是一个主权国家来对待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签订所谓的上海公报上海公报很清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美国认知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未来这个在两岸人民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前提之下，支持中国走向和平统一其实上海公报的精神一直到今天还是美国没有正式的违背过一个精神当然这个上海公报的签订其实也就是象征，也是美国跟中国大陆建交已经是时间的问题了啦，找寻一个共识，就是我们要怎么处理台湾问题，只要台湾问题这件事情能够处理好，那我们就可以建交后来我们知道，后来讲到尼克森之后，那个福特总统也访问中国大陆在1976年，美国跟中国大陆就互设办事处并且在上海还有广州，在北京设办事处，在上海跟广州还设分处那对当时的台湾来讲一方面退出联合国二方面后来很快日本就跟中国大陆建交。各位请记住一件事当美国的外交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这个他的盟友跑的速度会比他还要快当美国决定要放弃在台湾的国民政府的时候，日本人就跑最快。你注意看最近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关系开始逐渐改善，澳大利亚跑得最快澳洲跑的，日本跑的也不慢这个是我们要值得去注意的一个现象。这些盟友会比他的组织跑得更快他还跑在美国正式建交之前嘛？不是台日关系友好吗？哎呦，拜托！当时日本的首相还去问当时还在世的岸信介这件事该怎么？岸信介说，意思就是说要给台湾面子，要给国民党老朋友面子但是这个国家的利益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简单这件事情也是大出台北意料之外就没有想到日本比美国还现实，跑得更快1977年卡特上台之后没有多久就访问中国大陆，又再次发表联合公报不过这边有件事要讲，1978年当时美国已经决定要跟中国大陆建交，双方已经谈到最后阶段，这是后来在邓小平身边的人的回忆。可是当时美国也已经暗示中国大陆一件事，简单说就是我们虽然会跟你建交，但我们会跟台湾保持一定的
一定的外交关系就是所谓台湾关系法嘛，当时还没有这个名词，但美国已经把这个 message 透露给中国大陆。这件事情让邓小平非常犹豫，就是我到底要不要接受这个条件跟美国建交？据说邓小平为了这件事几天几夜都睡不着觉，因为他知道未来美国会玩什么花样很难说最后邓小平是几经挣扎考虑说，好吧，还是先跟美国建交再说，把这个事情先搞定，免得以后夜长梦多美国要新政府上，如果共和党又上台，可能这个事情就要 delay 了最后还是签下去。后来果然美国就同一个时间就弄出台湾关系法。这件事情是让邓小平一直耿耿于怀。邓小平后来几次公开谈话里面是讲的，他认为还是因为中国的实力不够，才让美国留下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不过总的来看，就是说整个从60年代末期美国为了改善它在整个东亚因为越战的失利，它的整个地缘战略上的一个问题然后跟中国大陆建交，其实这件事情总的来看，对中美两国来讲都是正面，都是好事。中美两国终于走向了真正的和解，那也才有未来一连串的事件发生。这件事情也让中国大陆等于是在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真正重新走向国际社会，而且跟西方国家、跟美国、跟欧洲、跟日本都发生紧密的连接，甚至我认为是最近这50年国际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开启了一连串的改变。但是最倒霉的是谁呢？就是那个被当棋子的台湾1979年1月1号，中华民国与美国正式断交台湾老百姓的反应卡特无耻美国派呢助理国务卿克里斯多夫嘛，是来通知嘛然后呢再来你看右上角 ，Red China is ruled by murdering thugs。有没有？就直接指控，还有人举中华民国万岁那 Red China 是什么？普遍称就是赤色中国或者是红色中国。赤色中国就是 Communist China 共产中国。那这个台湾呢，一般就称作什么叫 Free China 自由中国。这是一个对照。所以你如果在1970、80年代以前的，就这样子。对，报纸他们就是这样看的但就像是 North Korea、South Korea、North Vietnam、South Vietnam 那你可以看到右下角，你看民众多生气对美国的外使馆的车进行泄愤攻击包围我告诉各位，这是台湾进入戒严时期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众活动。当时主要的示威的场所就是在美国大使馆前面，就是今天中山北路那里。主要参加的是学生各位，反美大游行，对不对？各位年底就发生美丽岛大游行。就整个台湾社会都发生重大质变，从1979年之后，所以你看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正常化之后，所牵引出来的连锁效应有多大，也牵引到后来整个岛内政治形态的一个演变。那当时呢，几个历史画面给大家做一点补充蒋经国总统这个发表讲话嘛，谴责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我当时叫什么？叫做美匪建交美匪勾搭那我想蒋经国是很无奈的啦，这一朝一夕突然就被美国给背叛了嘛。那同年这个邓小平就到美国去，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桌子上的就是当时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邓小平他头衔没有做过真正领导人，但是他是实质领导人嘛。那另外右边就是卡特总统嘛，就签下了所谓的建交公报那这也订立了就是今天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建交不过我们这边还稍微做一点名词释义啦，因为经过台湾整个语境的改变，过去我们叫做中美断交，那现在就被改成叫台美断交了其实很好笑的是，台美断交这个用法一直以来都是谁在用了？都是北京当局在用。对，没错，没错。我真的觉得很可悲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独派用的都是对岸的名词1960年，当时中国大陆，当时周恩来总理是建议美国让中华民国就叫台湾，中华民国的名字变成台湾，结果是美国不接受。今天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称自己是台湾，不称是中华民国，这就是学弟说的语境的改变，对不对？名词定义也会改变。所以这就历史的魔幻之处就在这里这些事情的人很多都还活着嘛。是当代史。那不过我们做这些回顾啦，就是说，其实今天乌克兰的事情它的结局从历史来看，你看，经过我们举了3个例子：伊朗、越南，然后南越然后再到这个中华民国，或者我们说台湾，它是反复在发生美国换政府不会改变方针，他们的那一种所谓外交现实主义，经过这么多年还是没有改变的是的。所以最后一张图就可以很清楚明了我们的担忧是什么，对吧？这个夹在中美两强之间的台湾，
台湾已经快被扯成两半了，快被撕裂了。为什么哈？就回到我们一开始那一张图嘛。当中美关系走向相对和谐的时候，倒霉的是谁？倒霉的很可能又是代理人嘛。好，但如果台湾愿意当代理人，就会继续倒霉哦。被美国抛弃这件事，我们还有很多人没讲哦。比如说近期前年才被美国抛弃的谁？阿富汗政权啊。对啊，我们还没提到哦。放弃代理人为什么是美国的一个常态呢？这个美国的外交基本上就是2个基本的一个条件。第一个，美国的外交是为美国的军事跟政治利益在服务。就是在美国看来啊，所有一切外交如果没有办法达到我们刚刚讲的为这2者在服务的话，那这个外交就没有意义，就要必须要立刻放弃哈。它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利己主义啊，这是第一个。美国会希望他的盟友啊，或者我们刚刚说的代理人，在某种程度上完成美国所交付的任务，比如说牵制俄国、牵制这个苏联或俄罗斯哈，比如像台湾哈，作为冷战它围堵整在东亚围堵体系的一份子哈，这一个代理人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他就会做调整。那调整的过程呢，必然就是这个代理人被放弃嘛。你只是这个 project 的一部分，但你不是 project 本身。project 永远可以修改啊。但是这个修改当然都是为了对美国有利啦。美国跟台湾是什么自由民主什么等等的，我告诉各位，这些摆在国家利益前面，全部都是过往云烟吧。只能这样讲。OK， 好，我想我们今天关于就是什么是美国的盟友哈，或者叫代理人，大概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所以当中美走得越近的时候，其实台湾就要越紧张啊。绝对不是现在风平浪静的状况，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今年台湾的选举当中，民进党所派出来的组合竟然是美德配，副总统是美国的代理人，然后赖清德的前面，怎么会有这种事？那所谓的6个正副总统搭档当中呢，有5个都有美国的强烈的经验啊，所以其实这也是台湾近代命运的一个缩影啊。通常这个所谓美国的盟友或者代理人的一个下场，常常会承受相当巨大的疼痛、动荡不安、残破不堪，然后巨大的代价。比如说越南，对，越南40年才恢复。对，那我们看到伊朗到现在，当然他们有自己的政权的模式，但是那一些所谓当年拥护美国的自由派，到现在依然被压制得非常严厉。是的，还是很惨。是这个样子。那中国大概是最大的特例了哈，因为没人想到中国会改革开放嘛。但是当然确实啊，留在这个中国大陆的很多原本支持国民政府或者亲美的人，他也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历史的创伤啊。其实我们这样贯穿看下来呢，如果当年邓小平再更有战略耐心一点点，会不会两岸的历史还会再改变呢？对，这是我提出的一个疑问哦，丢给大家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对，但历史没有如果哦，我先说，但是我们历史学家会丢出这个为什么？考你对这个脉络的理解能力在哪里吧？好吧，留下一点有趣的疑问给大家哈。对，好，今天我们互来座谈我们就聊到这里。最后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最重要是加入我们的会员，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留言跟我们互动，也记得超级留言、超级感谢让我们有更多的粮草。还有呢线下的抖内绿界、PayPal、微信、支付宝、邮局让我们呢这个更多每一期精彩的节目。我们今天再次谢谢王立伟学长，谢谢学长。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就下一期再相见了，拜拜。拜拜。